在使用了一段时间 M1 芯片的 MacBook 后，原本打算在使用 macOS 应用的同时，能体验一下 iOS 或 iPadOS 上的应用。没想到，很多 iOS 或 iPadOS 上的应用并没有在 MacBook 上的 App Store 上架，因此我不得不考虑再买一台 iPhone， 打算体验并了解一下 iOS 系统、iOS 应用以及苹果跨设备的互联功能。当然，如果能作为主力机，就再好不过了。于是我开始了解 iPhone 的信息，结果我发现，且不说一些小众功能，很多安卓设备上的最基础的功能，它都不能满足我。返回功能，现在的全面屏安卓手机可以在亮屏的任何时候，通过在手机左右边缘右滑、左滑，随时返回上一层级，而 iOS 只能从屏幕左边缘向右滑动，或者点击左上角的返回按钮，达到返回的目的。这对我来说极其不方便。没有通话录音功能，在安卓系统里，接到电话时可以随意手动或自动录音，甚至有的手机支持对微信和 QQ 通话录音，但 iOS 就是没有。不能一键清理后台， iOS 不能一键关闭已经打开的所有 App， 只能一个一个上滑关闭。虽然我知道这并不影响正常使用，但对于强迫症的我来说还是难以忍受。不允许多声音，安卓手机允许不同的 App 同时播放声音，甚至可以分别调整各自 App 的音量大小，而 iOS 不允许。先打开一个 App 播放音视频，再打开另一个 App 播放，这时先打开的 App 的音视频必然暂停。还有两个功能是 iOS 的优点，但对我来说同时也是缺点。只能从 App Store 安装应用。同样是苹果公司的 macOS， 它允许用户通过自行下载安装包安装 App， 而 iOS 的 App 只能通过 App Store 安装。对用户来说，这样做固然有它的优点，规范的审核机制，独此一家的 App 安装渠道，让用户免去了可能会安装到垃圾 App 的后顾之忧。但这样做同时也禁止了一些我刚需的特殊要求，比如我不愿意看到大多数系统自带 App 和第三方 App 的开屏广告。在安卓手机上，我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 App 轻易实现这个需求，但在 iOS 上太难了。应用相互独立， iOS 中的每个 App 是独立的个体，虽然可以通过手动共享实现数据互通，但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的优势在于，一旦某个 App 出了问题，不至于影响到其他的 App， 将问题控制在局部范围内。但这样做的劣势在于，正常的数据互通非常麻烦。在安卓系统中，相机拍到的照片可以轻松在文件管理 App 中找到，并传输到电脑保存。百度网盘下载的文件也同样如此。在安卓的世界里，文件管理是一个公共的舞台，任何 App 都可以读取其中的数据，或者向其中写入数据。而在 iOS 的世界里，文件管理 App 和其他 App 一样，只是一个普通 App， 相机拍摄的照片只会保存在照片 App 中，百度网盘下载的文件只会保存在百度网盘 App 中。我只能通过共享功能将文件在不同 App 中传输并使用。至于文件的跨设备传输， iOS 对苹果自家的生态非常友好，使用隔空投送超级方便，可一旦连接 Windows 电脑，麻烦就会很多。而我的日常生活工作离不开 Windows 电脑，这注定了使用 iPhone 手机在这方面会对我带来麻烦。正是目前 iOS 的这些问题，决定了它不能成为我的主力机，只能作为备用机来使用。而作为一台备用机，在硬件上 iPhone 还有一些我不能忍受的地方。Lightning 接口，现在几乎我所有的小型电子设备都用的是 Type-C 接口，如果多了 Lightning 接口，就意味着充电的时候得换条线，出门的时候得多带根线，很不方便。另外 iPhone 的 Lightning 接口用的是 USB 2.0 协议，传输数据的速度我无法忍受。刘海屏，我最喜欢的手机屏幕是魅族16系列
那样的无挖孔屏，或者红米 K20 系列那样的真全面屏带升降摄像头结构，最多可以忍受目前流行的打孔屏幕，刘海屏我真的不能忍受。虽然最新的 iPhone 14 Pro 系列有打孔药丸屏，但是花近1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一个手机作为备用机，实在不符合我的消费观。但我又很想体验 iOS 系统，思来想去，我把目光放在了 iPad mini 6上，因为 iPadOS 和 iOS 的差别几乎很小，不像 iOS 和 macOS 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，而且 iPad mini 6相比传统 Pad 尺寸足够小，和一本语文书相当，方便外出携带。在硬件上， iPhone 中一些我不能忍受的地方，对 iPad mini 6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iPad mini 6有支持 USB 3.2 Gen 1协议的 Type-C 接口，理论速率为 5G 比特每秒，还可以连接显示器或者电视等设备投屏使用。另外还有真全面屏，这些都很符合我的预期。除了这些， iPad mini 6还有相对于 iPhone 屏幕大的优势，这点对观影体验极为友好。另外，大屏幕可以完美解决我的另一个刚需。我经常用相机拍视频，而我目前用的是索尼 A6400， 它的屏幕素质比较拉垮。我还经常需要远程监控画面以及控制相机，所以一台相机监视器必不可少。而 iPad mini 6的尺寸恰好和监视器的尺寸相当，配合相应的 App， 无论是无线还是有线连接，都可以作为一台监视器使用。尽管 iPad mini 6在竖屏使用并快速滑动屏幕时有滚动屏的问题，但我几乎很少在竖屏使用时快速滑动，而快速滑动屏幕时是看不清屏幕中文字的，所以这点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iPad mini 6的屏幕不是高刷新率的 OLED 屏幕，由于我的用途主要是影音和阅读，不玩游戏，这点也不影响。不仅如此， LCD 屏幕在夜间低亮度使用时，也相较低频 PWM 调光的 OLED 屏幕对眼睛友好，也算是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了。另外， iPad mini 6没有手机上的马达震动反馈，没有人脸解锁，更没有高规格的相机镜头，而且只有20瓦慢充。但对我来说，作为一个备用机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它在现阶段非常适合我的需求。总的来说， iOS 系统无法满足我的一些刚需，决定了 iPhone 设备不能成为我的主力机。对我个人来说， iPad mini 6相对 iPhone 的少量优势，决定了它会成为我的一台得力备用机。